我是个出租车女司机，穿梭阴阳两界。今晚一伙抢劫犯上了我的出租车，他们用刀抵住我的脖子，掠夺乘客的财物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车里的乘客不是人。凌晨4点，我在阴间快车平台上接了一个急单，乘客说他赶着去投胎，1个小时之内必须到地府转生池。我打眼一看，这个人浑身萦绕着黑气，是个厉鬼，就摆摆手说不行，急单得加钱。乘客拍了拍他怀里的黑色塑料袋说没问题，我孙子刚给我烧了300万冥币。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300万冥币拿去地府银行兑换成人民币，那可是3万啊！我立马接单，狗腿的下车帮乘客开门，就差帮他上炷香了。一路绿灯，快到阴阳交界口时，有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向我招手，示意我停下来。我心里纳闷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在外面晃荡？这时我车里的晚间新闻响起，各位听众，近日我市发生多起抢劫事件。这些案件多发生在人烟稀少的街道和小巷，受害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击，财物被洗劫一空。警方提醒市民，夜晚出行时务必提高警惕，尽量避免单独行动。我透过车窗玻璃扫了男人一眼，夜色很浓，他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帽檐压得很低，面部笼罩在阴影里，身上背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，手上有刀疤。旁边的摩托车上还有2个男人，跟他一样的装扮。我开了10几年的车，见惯了形形色色的人和鬼，直觉告诉我他们俩不是善茬。我没有停车，脚踩油门，快速驶离。几分钟后，我通过后视镜看到这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跟了上来，他们一直追到下一个路口，竟然变道超车横停在了我的车前。我差点来不及刹车，因为惯性头撞在玻璃上，吃痛的叫出声。男人走过来，使劲拍打我左侧的窗户，嘴里骂骂咧咧的。我心里暗骂，出门没看黄历，怎么遇上这种麻烦事？这伙人都是亡命之徒，如果我今天不摇下窗户，他们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我赶时间送乘客，要是迟到了平台会扣我钱，我这个月的出租之星也评不上了。想了想，我把窗户摇下一道缝，笑着说，大哥，你有啥事啊？男人凶狠的声音传进来，我们招手了，你为什么不停车？我堆起满脸笑容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下班了，不带人。男人看了一眼我的副驾驶，眉头皱起，你当我瞎吗？车上不是有个人吗？为什么不能多带我们几个？你是哪个出租车公司的？信不信我举报你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怎么能看到副驾驶座位上的乘客？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没有功夫细想，我马上说，我这车一趟只带1个人，你们还是拦别的车吧。我刚想把车窗摇上去，下一秒车窗玻璃被撬棍轰然砸碎，一只手伸进来扼住了我的喉咙。男人的语气充满威胁，把后车门打开，让我2个兄弟上去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从嗓子眼挤出几个字，心里十分无奈。我劝他是为他好啊，他不知道人一旦上了鬼车，再想下去可就难了。我是个穿梭阴阳两界的人，这个城市到了夜里有很多鬼在外面飘荡，有的是从乱葬岗跑出来的孤魂野鬼迷了路，有的是游魂无处可去，有的是新鬼赶着投胎。鬼不分贵贱，只要他们有钱，都能坐我的车。我作为一名出租车女司机，兢兢业业工作，遵守人鬼两界秩序，一般来说鬼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，但是人对我的物理伤害那可是实打实的。哥几个摩托车没油了，这附近太偏了，打不到车，你把我们兄弟几个送到城郊外瑞光花园，我给你200块。要是不答应，他眯了眯眼，手上的力度加深，感觉下一秒就能拧断我的脖子。我连忙声音颤抖地说好好好，然后乖乖打开了后车门锁。3个男人弯腰钻进了车里，一个男人探身看了我一眼，用烟嗓说，哟，这还是个漂亮的女司机呢，穿着大红色的裙子，真有味道。我心里冷笑，那可不，我晚上送鬼，红衣才能镇得住他们。他旁边的男人大拇指上戴了个蓝绿色的玉扳指，不怀好意地说，女司机跑夜车不害怕坏人啊，要不你跟了我吧，以后我挣钱给你花。说着他伸手摸了一把我的后腰，我忍不住一个机灵，摸方向盘的手颤抖了一下。说来也奇怪，这3个人一上车，我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香味。按说男人身上都是臭味啊，你们2个给我收敛点，这车上还有其他乘客呢。刀疤男抱着胳膊说，别见到女人就跟发了情的公狗一样，给我丢人。他虽然是呵斥的语气，明显是在提醒他的2个兄弟。烟嗓男立马警觉起来，他向副驾驶瞟了一眼，见他抱了个黑色塑料袋，鼓鼓囊囊的，眼珠子一转，压低声音对刀疤男说，哥，是只水鱼，你没有看错。刀疤男的声音极小，刚才在东街我们几个已经被黑猫盯上了，要是再出岔子，我们兄弟几个都要进宫。我虽然不在道上混，但活得久了，也知道水鱼黑猫进宫是他们的暗语。哥，你信我，这鱼的品相不一般，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品种，晚上那条鱼我们没来得及吃，这条一定能填饱肚子。我透过车内镜看到刀疤男的眼里闪过一道金光，看到他们几个手都伸到了背包里，仿佛在掏家伙时，我手心捏了一把汗。刚才接单的时候，我在平台上扫了一眼这个乘客的基本信息，是个富豪，50岁时被儿子和情妇联手害死，怨念不散成了厉鬼，
飘荡10多年了，不肯去投胎，活活把他儿子和情妇给缠死了。他孙子请了道士超度，承诺给他在国内香火最旺的寺庙里供灯100年，才勉强化解了他的戾气。可厉鬼就算化了戾气，那也不是好惹的。这伙人不知天高地厚，连厉鬼的主意都敢打，等会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眼看平台上最晚送达时间快到了，我不想节外生枝，就咳嗽了一声，假装无意提醒他们说，前面这个十字路口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几起交通事故。这不，交警最近每天半夜都来查酒驾，我刚才肚子饿，吃了个蛋黄派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查。刀疤男一听，眼睛眯了眯，给其他2个男人使了个眼色，他们这才收回了手。车向前开了200米，果然看到几个交警拿着酒精检测仪站在路边，交警的旁边还停了一辆车，几个穿便装的男人坐在上面，不用想都知道是便衣刑警。刀疤男用刀抵住我的后腰，凑到我耳边，声音冰冷地说：“不想死，等会就乖乖配合，不要露馅。”我连忙点头：“大哥，你放心，我家里还有9只猫嗷嗷待哺，我必须得活着回去。”交警上前拦住了我的车，我摇下车窗吹气，他往我的车里看了一眼，目光掠过副驾驶位，径直看向后座3个男人，他们几个到哪里下车？我刚想开口，刀疤男的刀抵得更紧了。我想了想说：“琥珀花园。”琥珀花园和瑞光花园，一个是直行，一个是右转，都必须经过这个路口。刚才我故意没打转向灯，因为我早就猜到刑警知道这伙人会逃往哪里，在这里蹲点呢。他们害怕打草惊蛇，所以先让交警来探虚实。交警将我的服务监督卡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确认是我本人，回头看了车上那几个便衣警察一眼，然后凑到我耳边说：“你一个女司机半夜穿着短裙，还送几个男乘客，有点不安全。干完这一单就赶紧收工吧，最近这片区域不太平。”我想说你人还怪好的嘞，我也想赶紧收工啊，马上我副驾驶这位都赶不上投胎了。这时那几个便衣警察也下车了，看样子是往这边来的。我心脏砰砰直跳，完了，他们过来要是发现我的后车门根本打不开，那我岂不是成了同伙了？操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就在我手心捏出汗的时候，几个骑着摩托车的小伙子从十字路口飞速而过，便衣警察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立马跑回车上，紧追了上去。他们走得太急，交警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就把我这个车放行了。我赶紧直行到通过十字路口，等跑出2里地了，刀疤男才拍了拍我的背：“刚才你反应挺快的，前面路口再右转，绕一下，把我们送到瑞光花园。”好说好说。我刚想松一口气，余光瞥到方向盘旁屏幕上的时间，4点50，距离结单只有10分钟了。再看地图，靠，我离阴阳交界越来越远了。这时我明显感觉到副驾驶的黑气越来越浓，有的爱哭鬼特别能嚎，吵得我脑子疼，还有的鬼喜欢在车里飘来荡去不老实，更有调皮的长舌鬼喜欢在我开车的时候伸出舌头舔我的脸，我简直不堪其扰，所以花了大价钱在车里装了安眠系统，无论什么鬼坐上来就会沉睡，到了目的地才会醒过来。眼下厉鬼怕是快醒了，就在这时，后视镜上一道寒光闪过，烟嗓男拿出了刀，探身向前贴在了厉鬼的脖子上，一只手伸向厉鬼怀里的黑色塑料袋。烟嗓男没有想到，副驾驶的乘客竟然像睡熟了一般，毫无知觉，毫无反应。3个男人对视一眼，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。刀疤男打开黑色塑料袋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哥，怎么了？烟嗓男狐疑地问。你自己看。烟嗓男接过黑色塑料袋，眯着眼看清后，惊恐地叫出声：靠，怎么是冥币？这人是不是有病？冥币当宝贝一样在怀里抱着。扳指男也骂了句娘。烟嗓男眯着眼，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激动地说：大哥，你看他这衣服上的线好像是金线，应该值钱。刀疤男还没说话，皱着眉头，仿佛在思索什么。扳指男说：我怎么觉得他身上穿的像是寿衣呢？现在哪有人出门穿唐装啊？你这叫没见识。我舅老爷是北京人，就喜欢穿着唐装提着鸟笼出门遛弯，有钱人装逼懂不？烟嗓男说：哥，前面有一片小树林，不在监控区，让这娘们把车开进去，我翻翻这老头身上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刀疤男想了想，又把匕首抵着我的后腰说：按我兄弟说的做。我一听这还得了，把车停到路边，劝他们说：几位哥哥，我劝你们收手吧，等会儿我怕你们应付不了。厉鬼要是醒过来，我今天就不是送1个人去投胎了，那还要再添3个。关键是他们也不给去地府的车费呀。哟，你一个小娘们口气倒不小，今天你已经上了我们这贼船了，要是不乖乖听话，信不信我办了你？烟嗓男说着就去摸裤腰带。等等。刀疤男打开了车内灯，用一种打量的眼神看着我。你不对劲，从我们上车到现在，你表现的都太镇定了。正常人知道了我们哥几个的身份，应该害怕才对，可你的害怕是装的。他突然伸手扼住我的脖子，说：你是不是条子？怎么动不动就掐脖子啊？我脸憋得通红，一个字一个字从喉咙里往外挤。我要是条子，上一个路口就想办法把你几个交出去了。哥，我看他不像是撒谎，刚才我们拦车，他不让我们上车，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，那样子不像装的。刀疤男想了想，终于松开手。我总觉得这车里不对劲，
班指南搓着手说：“你们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冷了？”烟嗓难动地咳嗽了2声，是不是冷气开太大了？他看了一眼中控台，怪事了，没开冷气啊。我解释说，我刚才开了冷气，关上了。班指南比较多疑，他掏出手机看天气预报，不对呀，现在室外的温度20度，我怎么感觉车里跟冰箱似的？你看，说话都冒白气，空调就算打到最低，也不可能这么冷吧？这温度得零下了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捞东西。刀疤男说。烟嗓男听了命令，俯身弓腰靠近副驾驶位，刚要去翻厉鬼的口袋，手在接触到厉鬼的皮肤时，闪电般的缩回。操，这老头怎么这么凉，跟死人一样？他话音刚落，下意识地伸出手指去探厉鬼的鼻息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哥，他真是死人！刀疤男一开始不信，他把手放在厉鬼的脖子上一摸，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强装镇定说：“怕什么？活人都不怕，还怕死人？”翻翻他的口袋和衣服夹层，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。烟嗓男完全没了刚才的蛮横，他哭丧着脸说：“哥，你不怕我怕呀，活人一刀捅死就完了，死人那得是懂行的道士才能对付啊。”班指南也咽了咽口水说：“哥，我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死人的钱不能抢，抢了会被鬼缠上。”刀疤男被他们说的犹豫了，锐利的眼神看向我：“你车上为什么会有死人？”我一看离结单时间还有2分钟，这单注定是要黄了，索性装傻充愣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其实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他们3个人为什么能看到厉鬼？明明只有像我这种行走阴阳2界的人才能看到鬼的形体，难道是他们身上的这股香味？据我所知，犀牛角香能够与鬼神相通，这群亡命之徒竟然有这种昂贵的香料。就在我困惑的时候，班指南拿出手机，好像着急忙慌的在搜索什么，然后他眼睛突然瞪大，把手机递给刀疤男：“哥，你快看，10年前的新闻，我市的房地产大亨突然恶疾离世，你看这图片上的人是不是这个老头？”刀疤男把照片跟厉鬼一对，眉头皱成一个疙瘩，然后叫道：“不好，赶紧下车！”他们慌忙去拉后车门，发现无论怎么抠怎么使劲都打不开，是不是被这娘儿们给锁了？烟嗓男上来拽我的头发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快把车门打开！”我心想，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，但也只能求饶：“大哥，真不是我锁的，我把你们锁在车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那这车门怎么打不开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有什么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？我早就劝你们几个不要上车，业内规矩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这是鬼车呀！臭娘们，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就在他发狠要把我的头往车门上撞的时候，班指南突然说了一句，这老头眼皮子好像动了一下。车里寂静下来，前后的灯瞬间熄灭，陷入一片漆黑。烟嗓男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人都死了10年了，一具尸体，眼皮怎么会动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”他没看错。刀疤男咽了咽口水，刚才我也看到了。烟嗓男开始有些怕了，他是坐在中间，用胳膊伸到驾驶位拽住我的头发的那个。这时他感觉到有人把他的胳膊往下按，忍不住对旁边说：“五子，你抓我胳膊干嘛？”班指南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我没按你胳膊呀。”奇怪的是，刀疤男一直没有说话。班指南打起了手机手电筒。他们俩齐齐看向刀疤男，只见刀疤男双目通红，突然举起手掐住了烟嗓男的脖子。烟嗓男立马松开拽我头发的手，去掰刀疤男的手，嘴里还在念着：“哥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个不孝子，还我命来！”刀疤男的喉咙里发出不属于他的声音。班指南直接傻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是被鬼附身了。”再看副驾驶座椅上哪里还有老头的身影？你快想办法救我呀！烟嗓男脸憋得通红。我怎么救啊？刀疤男一口咬在了烟嗓男的脖子上，烟嗓男疼得尖叫出声：“你快把他打晕！”班指南在背包里掏了根撬棍出来，对着刀疤男的头一棍子下去，刀疤男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烟嗓男大喘气，下手这么重，你不会把哥打死了吧？他没有听到班指南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班指南的双目通红，用一种阴森的表情看着他。五子，他在班指南面前挥了挥手，没想到班指南直接拽住他的胳膊，咬住了他的脖子，他们俩厮打起来。班指南龇牙咧嘴，像只失去神智的野兽。烟嗓男情急之下，只能如法炮制，拿起撬棍，把班指南也打晕了。他跳到副驾驶位上，他气喘吁吁对我说：“小妹，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，刚才是我们兄弟几个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”我抱着胳膊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们几个抢劫杀人，贪财好色，竟然连厉鬼的主意都敢打，现在被厉鬼缠上，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小妹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干这种行当的。我妈生病住院需要钱，五子的孩子早产在保温箱里需要钱，我哥他给老爸还债也需要钱。我们不杀人，只抢劫。我们本来打算干完今晚这票就收手的，没想到遇到了条子，才会上了你的车。求求你，大人有大量，救救我们吧！”见我没有吭声，他又说：“只要今天能活着下车，我们兄弟几个一定改过自新。我这个人心软，而且鬼害了人就不能投胎了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。”于是缓缓开口：“你们抢了厉鬼的明钞，他才会缠上你们。”烟嗓男听了我的话，急忙从后座位拿过那包冥币，双手颤抖着递向我：“小妹，这钱我们还给他，你帮我们跟他说说好话，放过我们吧。”我没有立刻接过，而是冷眼看着他们
这可不是普通的冥币，它沾染了厉鬼的怨念，不是还回去就能了事的。此时，车内的温度越来越低，车窗上凝结起厚厚的冰霜。烟嗓男看着后座暂时晕过去的两个人，心有余悸地问：“这鬼被我打跑了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当然还在车里。”烟嗓男快要吓哭了，他环顾车厢：“在哪儿呢？小妹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啊！这车门打不开，我们逃不掉。”我将车内仪表盘上摆放着的一个旧香炉拿下来，这香炉是我花重金在地府商贸城买的，没想到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。你们的包里是不是有犀牛角香？我问。烟嗓男有点懵，什么是犀牛角香？正常人是看不到鬼的形体的，刚才你们一上车我就闻到了你们身上的香味。犀牛角香可通鬼神，价值昂贵，你们是从哪儿得来的？烟嗓男终于反应过来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香木递给我，你瞧，是这个东西吗？前几天我们去抢劫一个古董老板的家，我顺手拿的。我点点头，把香木接过来，然后用小刀刮下一片放进香炉里，对他说：“你咬破手指滴一滴血，这样就能让厉鬼感受到诚意，消解他的戾气。”烟嗓男照做，香炉里烟雾袅袅升起，厉鬼从刀疤男的身体里剥离出来，落坐在扳指男身边，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，有一种失智过后的清醒。他疑惑地问：“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地府了吗？这三个是跟我一样去投胎的吗？”烟嗓男脸上的表情比哭都难看，咬了咬唇，没敢说话。我一脸歉意地对他说：“今天遇到了一点事故，不好意思，不能按时将您送达，您这一单我不收费。”厉鬼老头愣怔了一下，看来我赶不及去投胎了，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他失落地说：“或许是想到生前的事情，表情充满了绝望。这10多年来，我被怨气控制，害死了我的儿子，让我的孙子也不得安宁。我原本以为投胎就能重新开始，没想到……”我赶忙安慰他说：“我刚才已经通过平台跟地府那边联系过了，产妇正好难产，所以还来得及。”老头一听，眼睛立马亮了。我又对烟嗓男说：“我现在要将他送到地府转生池，可你们几个还在车上，活人进入了地府，身体就会死亡。”烟嗓男一听，惊慌失措地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我皱着眉头思索片刻，从车座下的暗格中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后，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符纸和一根香烛。我点燃了香烛，对他说：“这是符咒，能够暂时护住你们的魂魄，保护你们的躯体不被地府的阴气侵蚀，但时间有限，我们必须在香烛熄灭之前离开地府，否则你们就会成为魂魄离体的活死人。”听到活死人2个字，烟嗓男脸上惊恐万分，咽了咽口水说：“好，都听你的。”我拿起符纸，神色凝重地看着他们：“你们3个要紧紧握住这张符纸，千万要记住，一旦进入地府，不能开口说话，否则会引来鬼差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”刀疤男赶紧点头，接过符纸，给另外2个人手里也塞了一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踩下油门，朝着阴阳交界口疾驰而去。随着车子逐渐靠近地府入口，周围的景象也变得愈发阴森诡异，迷雾弥漫，路边时不时闪过一些若隐若现的黑影，耳边传来阵阵阴森的哭声和凄厉的嚎叫。车子顺利穿过阴阳交界口，进入了地府的地界。眼前是一条宽阔而昏暗的道路，道路两旁闪烁着幽绿色的鬼火，隐隐绰绰的能看到许多鬼魂在游荡。这些都是想投胎排不上号的，可见机会来之不易。要真是耽误了厉鬼老头投胎，我肯定会愧疚难安。我加快车速，朝着转生池的方向驶去。烟嗓男一直在发抖，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。可这时后座的刀疤男突然醒了，他摸着脑袋咕哝了一声：“操，刚才是谁打了我？”引魂香的火焰剧烈地摇曳起来。坏了！我暗叫不妙，赶紧将车开到转生池边，将车停稳，迅速下车，打开后座车门，对厉鬼老头喊道：“快下车！”厉鬼下车后，我正准备关上车门，一个身着黑袍的地府鬼差从黑暗中闪现出来，他手持一根长长的铁链，眼神冰冷地看着我们。大胆凡人，竟敢擅闯地府鬼差大声呵斥，手中的铁链像黑蛇一般钻进车厢里，将3个男人勾了出来。他们重重摔在地上，鬼差正要取走他们的魂魄。我急忙下车，挡在3人身前。鬼差大人，我们并非有意冒犯，这几位兄弟误入地府，我正准备将他们送回阳间，还望鬼差大人通融一下。我恭敬地说道。鬼差冷笑一声，哼，地府岂是他们几个凡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回去。他又将手指向我，你一个鬼车司机，善待凡人入地府，违反规则，你就不怕受到严惩？他又看了这3人一眼，看出了几个人的身份，更加恼火。你竟然为这伙抢劫犯求情，他们罪孽深重，就该下18层地狱，受烈火烹油之苦。我连忙说道：“鬼差大人，这几位兄弟在阳间犯罪，应当由阳间的法度来处置。他们阳寿未尽，您强制勾了他们的魂去，岂不是坏了这因果循环？况且这几个人从未伤过人性命，罪不至此，还望鬼差大人高抬贵手，小的愿担保他们，待他们速速离开，绝不给您带来麻烦。”鬼差听了我的话，微微皱眉，似乎有所动容。哼，你如何担保？我赶忙说道：“小的愿以自己在阴阳2界的信誉担保，若他们食言，小的愿承担双倍惩罚，任凭地府处置。”
说着，把我这些年获得的荣誉证书都递给他。地府很看重这些。鬼差沉默片刻，终于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放过他们一回。不过，我从善如流地道，下次我来给您带家乡特产。”鬼差笑笑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走吧，别让其他鬼差发现了。”我连忙扶起3人，带着他们迅速离开了地府。回到阳间的路段后，我对他们说：“这次有惊无险，下次再遇上，我可就不了你们了。”烟嗓男立马对我叠声道谢：“女神仙，以后您就是我们兄弟几个的大恩人，给我们几个胆子，下次再也不敢上您的车了。”我嘴角抽了抽，刚才还臭娘们呢，现在成女神仙了。行了，你们几个快下车吧，别耽误我接下一单。烟嗓男抠了抠门，尴尬地说：“可是这门打不开呀。”我叹了口气，这门从里面打不开，必须有人从外面打开才行。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打110自首，让警察来开车门。可是，他看了眼刀疤男，地府走了一遭，刀疤男也被吓懵了，全然没了刚上车那会儿的气势。抢劫是犯法的，你们要想孝顺父母，就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否则你们的父母就算用了你们的钱，也会折损寿命。我好心提醒道。他说的没错，今天要不是他，我们早就没命了。刀疤说。烟嗓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拿出手机拨打了110。过了片刻，警察包围了车辆，将3个抢劫犯逮捕。他们被带走时，烟嗓男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中充满了感激：“谢谢你。”我本来想开车离开，没想到警察也拦下我的车，请跟我们回去做笔录。我叹了口气，今夜可真漫长啊！做完笔录出来，远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阴间平台的客服。尊敬的司机，您刚才的订单已经完成，乘客对您的服务非常满意，给了您5星好评。客服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我看着99.9%的好评，忍不住露出微笑。看来下个月的出租车之星非我莫属了。第2天凌晨，我像往常一样开始夜间工作。但是当我打开车门时，我发现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300万冥币。我正疑惑时，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这是对你昨晚行为的奖励，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善念，帮助更多的人。无论是人还是鬼，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并非有多高尚，只是想力所能及的帮他们一把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而我也将继续行走在阴阳两界，将迷途的人鬼送往目的地。我笑了笑，将冥币收起来。真好，今夜收工又可以吃顿火锅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阴间平台发来的新订单。我打开应用，查看详情，一位老妇人的灵魂需要在午夜前送到地府的转生池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还有1个小时，足够了。